如果觉得这样看上去腿短呢，有一个对这款红蜘蛛无痛增高的方法，先把大腿侧踢，然后转动根部关节，再转大腿的平转关节，这样一来腿就变长了不少，不用配件包就能增高，比例看起来相对和谐了一些。原理呢，就是让这块零件朝斜上方变为朝斜下方。当然，这款最大的槽点就是它的大胃带，或者说玉米软糖、蟑螂卵、蚕蛹造型的胸部驾驶舱，这点是真的很扣分。Hello， 欢迎回到我的变形金刚玩具分享时间。今天咱们一起来玩这款来自官方工作室系列游戏线，编号为 JE06 的塞伯坦之战红蜘蛛，大伙也喜欢叫它大胃带红蜘蛛。角色介绍就不用多说了，造型出自游戏塞伯坦之战，我的入手价是70块钱，这个价位的 V 级别真的很少，挺有性价比的，能跌到这个价格，大伙也是知道原因的。造型这方面它争议还是比较大的，我看有朋友50就能入这款，那的确是很好的价格了。但也不要因为一个玩具它便宜就入，再便宜自己不喜欢，那对你来说也不是一个好玩具。 OK， 直接来到玩具本身，身高到背后这里的话就是 15.5 厘米，设计师是我们的辉哥。我怀疑辉哥设计这款玩具的时候是不是喝多了，还是故意的想和老玩具的外观做切割，不想沿用国风高时老玩具的设计。他们 TT 社内部是有竞争啊，这点大家也是都知道的。我对这款的观点就是它的外观完完全全不如老玩具，但是在把玩这方面的话，它还是比老玩具要舒服一些。我现在不在家，老玩具也不在手边，不好做对比视频，光看造型应该大部分人会喜欢老玩具的吧。 FOC 的红蜘蛛现在大概100出头就能收到，喜欢外观的可以买一个老玩具来玩玩。大家主要吐槽的也无非就是胸部嘛，我们仔细看一下，最显眼的无非就是机舱。这次外观的重灾区就是在躯干，我们拿出游戏的 CAD 建模和玩具的建模对比一下，其实在灰模阶段两者胸部就不像，但都是可以接受的范围。玩具灰模的胸部看上去并没有实物那种肥大的明显的肥大感，也就还好，但为什么一上完色以后就变味了呢？单从建模上去看，游戏里驾驶舱凸起的角度还是比较大的，呈一个三角形，比较尖，而玩具 CAD 建模驾驶舱的角度坡度就比较缓，但是刻线呢又弥补了这一点，让灰模在观感上好一些，导致看上去并没有那么的肥大。变成实物以后，这一块是软胶，加上颜色比较艳，还要照顾内侧的偷胶和支撑的几条横杠，导致驾驶舱外面的刻线看上去非常不明显。有一个解决方案，可以根据建模图上我涂红色的位置，你给它上银色漆面，用马克笔也好，喷罐也行，涂上就会好不少。玩具实物上是有这些刻线的，简单做个遮盖，随着边框刻线涂一下。还有一处导致实物跟设定图观感大相径庭的地方，就是领子和胸口的衔接。老玩具是这样的造型，老玩具领子可能没有设定图上向外的角度那么大，但还是知道在外观上它想表达什么。再看今天这只，造型简直是太割裂了，底下胸口零件也不是红色，就简单的一条红色漆面，可以说造型上完全没有衔接，特别的生硬，跟游戏建模图上完整的三角形躯干是丝毫不搭嘎。这也是这款外观上难看的原因，它不自然，光给你个玩具，你很难联想到设计图想表达的倒三角形躯干。如果身体上半部分用红色塑料，也许割裂感就不会那么重。主要问题还就是在最初的设计上，让线条看上去不流畅，直接在这边就断掉了。看完重灾区，就来看看头部吧。这款外观也并非是一无是处，头部我认为还是很有神韵的，虽然没有老玩具的透光眼，但建模这块是没得说的。细细的红眼睛，法令纹，
还有尖下巴，表情既严肃又夹杂着一些奸诈，还有种机械感，我还是很喜欢的。G1风格的魔感，可以当成真人电影外传红蜘蛛的头了。后脑勺如此。手臂造型大体上还算有设定图的意思，就是大臂和连接处太单薄，没有外甲包裹，太细了，小臂牵扯不到什么变形，所以没有什么偷焦。这里银色机械细节涂装，造型很像展开散热，像爆甲，很有感觉。手就不是撸管手，固定造型的一个放松手，右手小臂可以取下，此系列的老传统了，之前介绍的机翼横炮、救护车铁皮都是这样的，但这款手取下以后没办法收纳，等下我们讲配件的时候细看。胯部造型没啥好说的，刻画到位，就是少了些涂装，觉得身形不舒服，可以像开头那样把他的腿拉长增高，会自然不少。看看腿吧，大腿空洞无需多言，整体造型能看出来尽力的向设定图上去靠了。不过在下半部分辉哥是夹带私货了，小小发挥了一下，可能是害怕游戏那样站不稳，就给他下半部分变方变粗，避免了游戏那样的上粗下细啊。好吧，辉哥你想的还真是周到，你还是最爱你那个宽体金刚，方方金刚你也爱，正方形就是你心目中G1的代言词吗？我这一侧小腿内侧的盖板有点松，缝也有点大，但其实无伤大雅，我能接受。背面造型是这样的，这个尾翼和机翼上6个8.5标志都有印刷。人形态翅膀个人觉得小了，大一些会更霸气。这款翅膀大小也是个谜，等下讲飞机的时候细说。这也是一个设定和实物冲突的槽点。背包做平了，参考三视图这个设定稿，背包不应该是这样平面的，应该中间高两边低，形状大约类似巴巴托斯的这个背包，棱形的尖尖的背包，但在这款上就是个涂装。我知道他想表达什么意思，但就这样是有点敷衍了。不过也是因为飞机尾翼变形要旋转，他做了一个妥协。主体大约就是这样的。来看配件吧，取下小臂，可以插上附带的这个奶射线，不过这样真的非常非常细，感觉像外甲被谁打掉了一样，我不喜欢这个造型。余下的手不能收纳，相比同系列可以收纳的手臂，这款是欠了点火候。不过利用变形关节也可以把2个手并在一起，有点奇怪就是了。还有一个锤子，对比游戏设定图里的侧边缺了点色，可以自行补一下。这些配件都是可以收纳在后背5毫米插口，这样站柜也是可以的。同系列武器交换也是没问题的，全是5毫米插口，发挥想象力就完事了。可动的话，这款大微带红蜘蛛还是可圈可点的。头部360轻轻松松，抬头幅度很不错，因为变形关节抬得很高，低头幅度一般，肩膀平抬90度，根部360旋转，大臂有平转。曲肘虽然竹节虫关节不好看，但幅度很大，可以折叠了。前踢幅度也很夸张，抬腿表现很不错，后踢大于90度，侧踢也是90度多一些，屈膝也是比90度大，大腿有平转关节，接地幅度大约30度，还有一小块防穿帮结构。如果你已经把腿下拉了，就不能直接变形了，变之前记得把腿还原。当然把这个当成变形第一步，那不就算是可以一体变形了吗？转一下腿随便变长变短啊，直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变形金刚是自由的，下面来看变形吧。
飞机形态就是如此，幽默空洞，手收纳的很草率，可以说是没有收纳，这个不叫收纳，这个叫放置。看机头，这样就别指望有起落架了。很多人觉得驾驶舱后面凹下去一块很难受，但是设定图就是这样的。我感觉这只翅膀是真的做短了，但也有很多人说设定图上就是短翅膀。3个概念设计图上最像这个，其余2个也许是角度原因，我就是觉得这俩翅膀是比较长的。玩具比例不和谐呢，还有一个因素就是腿在后面凸出来一大块，就这个屁股给我的即视感很像迪迦里面的白雪号用的那个麦克斯动力套件，就是这个造型的推进器。你把整架飞机看成2个部分，遮住后面，单看前面还是很和谐的，后面这一块当成推进器就好。不过在赛博坦上你就别讲什么空气动力学了。侧面是这样的，底部如此，这里的空洞也是有点难受，就是脚底板偷胶就当它是推进器细节吧，甚至偷胶内部还真的是有细节刻画的，海表你真的太用心了。还是这个老版飞机好看啊，比例真的自然了很多很多。它翅膀是盖住脚的，所以才不会有后面一大坨的感觉。武器收纳还是利用5毫米孔洞，大约是这么一个状态。这款也可以变成 G 形态，还挺像样的，背包和腿的造型就很对味，还是把这个机舱边边涂一下保人型吧。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视频的全部内容了。这款性价比肯定是有的，玩具把玩体验也不错，但大家在乎的外观的确是缺了点意思，很多细节衔接不自然，还原不到位。作为一款老玩具的重置，有一大部分人认为它不如老玩具的话，那它就不是一个合格的重置玩具。这也是我没给它放进100元好物里的原因。不是个合格的重置玩具，不代表它本身不好玩。你如果不拿它跟老玩具比，它还是很能打的，至少60-70块钱能给你个 V 级，这点就已经很难得了。所以这款可以说是无限接近于好物。当然每个人对好物的看法也是不一样的，这款便宜易上手，好把玩是真的。 OK， 那么就到这里吧。所以这款工作室系列的 WFC JE06 的红蜘蛛是不是你的菜呢？欢迎在评论区和弹幕留言哦。本频道没有任何形式的玩具商单和软广，各位放心观看，都是我个人的玩具分享及看法，也请各位老爷点点赞，点点关注，有条件的来个3连。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Goodbye。